Hello，大家好，我是拜伦。今天来聊避免失败的工具——反面教材。这个是来自巴菲特的好朋友查理芒格大师他的一个思维模型。他说，成功的方式很简单，就是知道做什么会失败，然后极力的避免它。这就是他反向思考的一个应用。你知道怎么样会失败，那你就不要做那些会让你失败的事情。他曾经在一个股东会上面说，反正有人问他，要怎么样成功呢？别人都讲了这个怎么样达到成功的一个正向的思考，而他只说不要随便穿越马路，不要吸毒，不要得到艾滋。对，没错，你这些东西你随便碰到一个，你得到艾滋，你吸毒，你基本上你一般人你人生就完蛋了，尤其你吸毒。那不要穿越马路是什么意思呢？你随便穿越马路容易被车撞啊，被车撞你就骨折，你可能就住医院，你可能就残废了嘛，你的人生基本上也是完蛋了。所以这个是不是很棒的一个反面思考呢？有一些碰到注定会失败的事情你不要做，有一些碰到一次你也完蛋的事情你也尽量不要做啊。逆向思考如何成功这件事情，就会变成思考如何避免失败。而查理芒格说的失败，我想可以解释成反面教材。教材是可以模仿跟进，可以作为标准，可以当作典范的参考对象。而反面教材就是相反来解释，你要记住并警惕，而且你应该要反其道而行的参考典范。我们说，所有行动的起点是动机，而动机的本质是趋利避害。如果说对着目标狂奔是趋利，那么不要掉进坑，不要掉进陷阱，不要踩到地雷，避免负面因素影响我们努力的效果，就是避害。趋利避害相辅相成。借鉴反面教材就是辨识雷区，避免自己被炸得体无完肤的逻辑。我们现在想象，或是你找机会去观察两种人，一个是成功者，一个是失败者。分析，如果你是那一个成功者，你会避免做什么事？也许在生活方式上，你会避免浪费时间做没意义的事情，你会避免漫无目的、没有计划的生活，你会避免有害的人际关系跟嗜好。又如果你是那一个失败者，那你会做什么事情？或许你会浪费时间，每天享乐每天乱花钱，毫无纪律，而且没有任何让自己进步成长的事情。你会让自己困在有毒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好了，比方说我想要提高我的人际关系，想要提高我的人缘，那我就会去观察我不想要跟他交朋友的人会是什么样。他也许有一个欠缺管理的身材，也许有一个油腻的外观跟混乱的发型或者是他有奇怪的气味、不合时宜的服装和举止。更深入一点可能观察到他有莫名其妙的脾气和个性、奇怪的价值观，还有这个难以理解的逻辑和观点、诡异的说话方式。再观察自己有没有跟他一样的行为，如果有的话就改，如果没有的话也要记住，这样会让我自己讨厌，所以我不要变成那个样子。能够临摹到多少，这个是其次重要的是这些行为跟选择被示范出来了，我们可以更轻松的观察到这样做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效果，而我们应该要极力避免做这些带来负面影响、负面效果的事情。那查理芒格他提到一些显而易见会导致你失败的事情，我们就直接来避开这些坑。吸毒、酗酒、赌博、药物成瘾，这种白痴的短暂快乐会导致永久的失败，这些是我们直接要去避免的事情。如果你有沾染在里面，那么在你的下一发开始之前，希望你知道，你如果会失败，那是正常的。甚至你可能等一下就要再给自己一次有害的快乐，你可能想着这一次就是最后一次，我再一次就好。但你大概已经发誓很多次了你的承诺并不值钱，你的信用当然也不值钱。你的确是一个失败者。如果你不服气，如果你还有一点志气的话，那你就振作起来，拿出成绩，做到你可以抗拒这些诱惑，你可以控制自己，这样的成绩给旁边的人看看给大家看看。我们都在等你打我们的脸小劳勃道尼钢铁人，他可以戒瘾，戒掉毒瘾，并且打败萨诺斯，拯救一半的人口，成为英雄。但是你我不是钢铁人你要么把毒品戒掉，要么一开始就不要碰到毒品千万不要去碰。如果你想要好好的活着，好好的为你的人生增加一点胜利的筹码，你应该要完全拒绝这些东西的诱惑，你也应该完全脱离这样的朋友圈。题外话，我蛮喜欢这个电影里面的萨诺斯的，他的理念蛮棒的。
那回到反面教材的逻辑，想要维持健康，我们就要去想100种慢性、急性破坏身体健康的方法。如果想要拥有开阔的人生，就去想怎么样限制一个人的发展性。如果想要成为一个幽默有趣的人，就去想怎么样让人感到乏味、感到无趣、感到想要逃避你。如果想要解决问题，或者是避免产生问题，就去想要怎么样才可以搞出一些问题来，怎么样导致问题发生。我们在这些过程里面要做的就是认真的去想怎么样让我们的目标失败，然后呢避免做这些事情。如何达到成功的高峰，也许这个是很难学习、很难理解的，方法有百百种，但是每一条都需要经过受伤跟摸索，每一条或许都需要我们咬牙去承受过程的辛苦和折磨，而且我们不容易摸索到真正明确的路线。但是做什么会导致失败，这是我们相对容易观察到的，它更清晰、更明确，更容易被我们采用来避免它。不做会扯自己后腿的行为，也许不能够让我们前进得更快，但至少我们不会受到可以预防的伤害，不用承受可以避免的失败。不要慢下来，那就是快了。那么今天聊这边，希望这一期对你有一点点的帮助。还行的话，记得3连订阅留言。我是 Byron， 我们下期再见喽。